荧幕前的朋友，你好。当年我下定决心戒烟的时候，其实我犯下了一个足以毁掉一切的巨大错误。这个错误非常隐蔽，非常反直觉，它可能就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的困境，或是你即将一脚踩进去的陷阱。在跟你聊这个错误之前，我想先让你知道我是谁。我叫志明，一个抽了15年烟的老烟枪。我不是什么专家学者，只是一个跟你一样曾经在烟雾里挣扎，最后靠自己爬上岸的普通人。而我今天要说的，就是我当年差点淹死在岸边的真实经历。那个所谓的巨大错误到底是什么？我要澄清，这个错误不是戒烟这件事本身。戒烟是你这一辈子能为自己做的最正确、最勇敢的决定之一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真正的错误是我对于戒烟后的期望与我实际付出的行动完全脱节了。这句话可能有点抽象，我换个方式问你：为什么？为什么无数人费尽心力，靠着强大的意志力戒了烟，几个月甚至1年过去了，他们却发现自己活得比以前更痛苦、更空虚、更焦虑，最终又在某个深夜颤抖着手点燃了那根我就抽一口的烟，然后全盘崩溃？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先回到最开始的地方：你到底为何而戒？你仔细想一想，没有人戒烟只是为了不再抽烟，这个行为本身是没有意义的。你之所以愿意忍受那种坐立难安、万蚁噬心的戒断反应，是因为你对未来有一个具体的美好想象。你不是为了不抽烟，你是为了拿回那个能跑能跳、能一口气爬上5楼的健康身体。你不是为了不抽烟，你是为了把每天省下来的烟钱变成全家一次开心的旅行，或是孩子的一架新钢琴。你不是为了不抽烟，你是为了在抱起你孩子的时候，他闻到的是干净清爽的味道，而不是一股让他皱起眉头的二手烟味。这些才是你戒烟的真正目的。戒烟从来都只是一个手段。我之前在带一个辅导小组的时候，有个学员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我问他：“你戒烟是为了什么？”他低着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，说：“我只是不想再偷偷摸摸的了。”你看，这就是典型的还没想清楚的状态。不想偷偷摸摸，这是一个被动的逃避式的目标。于是我引导他，我问：当你不用再偷偷摸摸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生活时，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抬起头，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光。他说：我想在周末的时候能坦然地带着我老婆孩子去公园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隔1小时就要找借口溜出去抽根烟。我想成为一个值得他们信赖的，能真正陪伴在他们身边的男人，成为一个值得信赖、能陪伴家人的男人。你听，这就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为什么。它不是关于不要什么，而是关于想要什么。让我给你描绘一个更具体的画面吧。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正在观看影片的兄弟们的真实写照。想象一个35岁的专案经理，我们叫他老王。老王是公司的中坚力量，但他最近很焦虑。焦虑的来源不是 KPI， 而是他的身体和家庭。第一个场景是在会议室，当他和一群95后、00后的同事一起做脑力激荡时，他讲着讲着，喉咙一痒，一阵压抑不住的剧烈咳嗽让他满脸通红。他看到年轻同事们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那眼神里没有恶意，但老王读懂了，那是一种前辈你该保养了的讯号。第二个场景是周末的公司团建爬山，年轻人一路欢声笑语冲在前面，而老王爬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气喘吁吁，心脏狂跳，只能叉着腰尴尬地看着别人矫健的背影。那一刻，他感觉自己被时代的列车抛下了。但真正击垮他的是第三个场景。一个周二的晚上，他加完班回家，蹑手蹑脚地走进女儿的房间，想看看她睡了没。
结果他看到5岁的女儿正拿着一根彩色的画笔夹在手指间，放在嘴边，煞有其事地吸一口，然后对着空气吐出一个虚无的烟圈。女儿看到他，开心地说：“爸爸，你看，我跟你一样。”那一瞬间，老王感觉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，痛到无法呼吸。他脑子里所有的借口，工作压力大，社交需要，就这点爱好，瞬间土崩瓦解。他终于想明白了，他要戒烟，不是为了省下那点钱，也不是为了医生嘴里那些冷冰冰的健康指标，他是为了在下一次会议上能思路清晰、底气十足地表达观点，是为了在下一次团建时能和年轻人一起登顶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他是为了成为女儿眼中那个健康、强大、无所不能的英雄爸爸，而不是一个被他模仿着慢性自杀的坏榜样。这就是老王的为什么。所以我想请你现在就暂停一下影片，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为什么。不要写那些空泛的口号，写下那个最能触动你心弦的、最自私的、最具体的画面。是为了谁？是为了什么样的场景？把它写下来，分享出来，这会是你戒烟路上第一块最坚实的基石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了那个让你心头一震的理由，但光是找到为什么就够了吗？恰恰相反，这可能才是最危险的时刻。这就回到了我开头说的那个致命的错误。最危险的阶段往往不是戒烟的第1个月，而是第3个月、第6个月，甚至1年后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戒断反应已经基本消失，你似乎已经成功了。但你每天醒来看着镜子，你发现生活好像也没什么变化。这就是我说的行动错位的致命陷阱。你以为戒了烟就是革命成功，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1步。你必须理解一个残酷的真相：戒烟本身不会自动为你带来任何改变，它只是给了你改变的可能性。我再给你描绘一个失败的场景。一个人，我们叫他小陈。小陈的为什么是为了拼事业，他觉得抽烟影响了他的精力和形象，于是他凭着一股狠劲，真的把烟戒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把过去每天用来抽烟的那些碎片时间，全部用在了刷短影片和打游戏上。他把省下来的烟钱全部用在了点更贵的宵夜和冲动购物上。他每天晚上熬夜到2、3点，白天萎靡不振。几个月过去了，他发现自己的事业不仅没有起色，反而因为精神状态更差而频频出错。于是他开始感到愤怒和挫败。他会想，我都已经戒烟了，我都付出了这么多，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一团糟？是不是戒烟根本就没用？别人不也抽烟，事业照样风生水起吗？在某个专案失败的夜晚，他带着这种不公平的怨气走进便利店，买了一包烟。他告诉自己，这不是我的错，是这个世界有问题，然后复发。你看懂了吗？戒烟为你腾出来的时间、金钱和精力是一块能量真空。如果你不用积极的、建设性的行动去填补它，那它就必然会被其他形式的、更容易的自我毁灭行为所填补。暴饮暴食、沉迷娱乐、乱花钱、熬夜，千万不要浪费了你戒烟的成果。那份辛苦，那份决心，值得一个更好的结果。那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个可悲的结局？这就是我今天真正想跟你分享的我自己的故事，一个关于戒烟只是成为强者的第1步的真实故事。当年我决定戒烟时，我的为什么非常清晰。第一，我受够了自己那副被尼古丁掏空的病恹恹的身体。第二，我渴望找到一个能相伴一生的伴侣，但我知道没人会喜欢一个满身烟臭、精神萎靡的男人。第三，我想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，给未来的家庭一个稳定的保障。戒烟成功后，我没有给自己任何喘息的机会，我立刻开始了我的人生重建计划。第1步，重建掌控感，从身体开始。我做的第1件事就是逼自己走进健身房。
我还清楚地记到，第一次上跑步机，我连800米都没跑到，就喘得像条离水的鱼，肺像要炸开一样。那种对自己身体的无力感，几乎让我崩溃。但我没有放弃，因为我知道这场仗我必须打赢。我每天都去，从快走到慢跑，从1公里到2公里，再到3公里。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，当我第一次在跑步机上不停歇地跑完了整整3公里。我走下跑步机，浑身湿透，腿在发抖，但我看着镜子里那个汗流浃背、眼神发亮的自己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喜悦和掌控感淹没了我。那种感觉远比尼古丁在几秒钟内给你的虚假快感要真实、要持久、要强大100倍。我第一次感觉到，我才是这具身体的唯一主人。第2步，赢回关系，从真诚开始。带着这份来之不易的自信，我做了第2件在当时看来极具挑战的事，我开始使用交友软体。这对当时有些自卑的我来说，需要巨大的勇气。但我没有像过去那样，用一些虚假的、帅气的照片和油腔滑调的文字去包装自己。我的个人简介写得很简单，也很坦诚。我记得其中有一句是：我曾经是个老烟枪，现在正在努力变好的路上。我寻找的不是一时的玩伴，而是一位能共同成长、欣赏彼此不完美的灵魂伴侣。我本以为这份坦白会吓跑所有人，但结果恰恰相反。这份真诚帮我筛选掉了那些只看重表面的人，也吸引到了那个真正懂得欣赏内在的人。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。她后来告诉我，打动她的不是我描述的未来有多好，而是那句正在变好的路上。她说，她看到的是一个男人的勇气和诚实。你看，从过去只能在烟雾中逃避孤独，到后来有勇气在阳光下坦诚寻找爱情，这一步也是戒烟的决心推动我走出去的。第3步，构筑未来，从专注开始。组建了家庭，责任感让我对事业有了更强烈的渴望。过去我总是以为抽烟能帮助我集中精神、寻找灵感，但戒烟之后，我才发现那完全是个骗局。尼古丁带来的只是短暂的焦虑缓解和虚假的兴奋。当我真正摆脱它之后，我才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深度专注。我把过去每天花在吞云吐雾上的时间用来学习新的技能，我把过去买烟的钱用来投资自己的大脑。我的思维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，执行力也大幅提升。我不再需要靠1根烟来启动工作，也不再需要靠1根烟来结束一天。我的内心就有源源不绝的动力。就这样，我一步一步将那些曾经只敢在烟雾中幻想的事业蓝图，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从重建身体到赢回关系，再到构筑未来，这一切都始于当初那个戒烟的决定。但真正实现他们的是戒烟之后我走的每一步，我做的每一个选择。现在，我想请你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1年后的今天，你从床上醒来，阳光很好，你没有咳嗽，口气也很清新。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神清澈，皮肤也好了很多。你成功了，你已经1年没有抽烟了。但是，你看着乱糟糟的房间，看着自己依然凸起的小腹，看着银行账户里没有增加的存款，看着手机里依然没有人发来的关心讯息，你突然发现，这1年里唯一改变的事情就是你不再抽烟了，而你的生活其他方面依然一团糟。那种感觉，那种巨大的、令人心碎的失落感，你想象得到吗？如果你真的能想象到，并且因此感到一丝挫败和沮丧，那么恭喜你，因为这份挫败感恰恰是你力量的真正源泉。你唯一该感到挫败的对象就是你自己。而当你意识到你该对自己负责时，这恰恰证明了你才是改变这一切的唯一掌控者。这份力量从来不在尼古丁里，不在任何人手里，它就在你自己手里。所以朋友，记住我今天说的话，戒烟从来都不是终点，它只是一把钥匙，一把能打开全新人生大门的钥匙。在你付出无数血汗，经历无数挣扎之后，
这把钥匙终于交到了你的手上。你是要选择仅仅是握着这把来之不易的钥匙，站在原地看着大门，然后抱怨门后的世界为什么没有自动变好，还是要选择深吸一口气，亲手用这把钥匙插进锁孔，用力转动，然后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门，勇敢地走进那个你曾经只敢梦想的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？你的戒烟过程如此艰辛，你已经战胜了最顽固的敌人。千万不要浪费了你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，让你的行动去配得上你当初的决心，让你的生活去证明你戒烟的意义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哪一丝触动，希望能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的唯一动力。你也知道，这类真正敢说真话的内容，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消失。建议你先下载保存，以防再也找不到。我是志明，一个愿意陪你走上岸的普通人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